秦大哥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命运，也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。你唯一能掌握的，就是你的本心。可是你却把它放弃了。你放弃它的原因，就是你所谓的兄弟情谊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兄弟情谊胜过一切，所以有些事情，我不敢跟你说，也不能跟你说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是你自己吗？老杨，怎么样了？媳儿啊，这个丹药不能老吃啊，这个太费劲了。这个没事，老杨，明天我再多给你放点血药。你要吃死我呀你？哎，没有，快睡去吧。哎，老杨，为了少爷加油！喂。哎呀，夫人，我刚才回屋一看呢，说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一人跑这儿来了？老爷坐。啊，我想和你聊聊。啊，聊什么呀，夫人？我想跟你聊聊咱们孩子的事儿。有了？没有。没有，聊他干嘛呀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孩子对于你来说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啊。因为传宗接代？不全是。那我再问你，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传宗接代，还是因为皇命难违？都不是啊。我就是想着能跟夫人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了呗。你别哄我啊！真不说瞎话，夫人。老爷，你现在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夫人，你到底要问我什么呀？其实说实话吧，当初皇上跟太后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，我心里挺不乐意的，因为我压根没见过你啊，而且你还长得那样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老爷，我今天我就想说点实话。说实话，但也别都说。可这时间长了，我觉得你这人还挺不错的。夫人有慧眼。再后来，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你。啊，喜欢我什么呀？喜欢你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，才华横溢，
学富五车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小事儿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啊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你对我特别的好，什么事儿都宠着我，惯着我。哎，夫人嘛，那就得宠着点儿啊。所以我就嫁给你了。而且那段时间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我每天都在家等着你回来，我就盼着你从朝上回来了，就跟我讲讲今天在朝上又遇上什么有趣的事儿了。得闲的时候，你还带我出去带我吃那些我在王府里根本都吃不到的好东西。可再后来，你就对我慢慢冷淡了。没有啊，夫人，没有冷淡你，是夫人脾气越来越大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就是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。而我觉得这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没能怀上你的孩子。嗨，可老爷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当初娶我的时候，是想和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的。是啊，夫人，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跟你讲讲。当初娶夫人的时候，可是我去托皇太后提的亲呐。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你还记得我老岳丈过50大寿那天，我去府上拜寿，我是在后花园第一次见到了夫人，当时我就晕了。我说我这是在人世间吗？这怎么还见着仙女了还？然后就去提的亲呐。是你找太后提的亲啊？你娶我不是因为皇命难违？不是。啊，这是我中了你的诡计了？不是我中了夫人的美人计了。那老爷，你现在还想跟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吗？想啊。那我可以理解成为这是老爷跟我在一起的最终目的吗？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就打个比方说吧，你办一个案子，如果能达到最终目的，你在意这个过程吗？或者说，这个过程中有点小瑕疵，你在意吗？哦，夫人，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我明白夫人是怎么想的了。老爷，你终于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明白了，夫人的意思是说，在林清州这个案子上，一定要果断，不能手软，是这意思吗？夫人说的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夫人，这种苦药不能再吃了。
李大人让我来救你，你快走吧。我说，都被打晕了。哎呀，回大人，我被人打晕了。哦，刘大人，大人，葛春儿，你这怎么个意思？大人，白龙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镣铐，把兄弟们都打晕了，所以我你也被打晕了。对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跑了。你不是被打晕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跑了呀？啊，我这是刚刚醒过来，发现他不在，那肯定就跑了呗。嗯，有道理。嗯，跑哪儿去了？这个卑职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赶紧找去啊！哎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行了，行了，各位，挨打辛苦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！都散了吧。都散了吧。大人，你怎么把葛春给放走了？现在只有他知道秦朗在哪儿。哎，今天晚上巡夜谁安排的？是不是你杀的我大哥？谭川就是我杀的，杀谭川的龙星镖就是我的。还有，我跟李尔多已经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我杀了五大家族，刘墉在东昌府就没有立足之地。都是我干的，全都是我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了。你敢杀我吗？你杀了我，你也跑不了。那我就成全你。秦朗，把刀放下，这没你事儿。你不能一错再错。你一定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，替他报仇，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秦大哥，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了。你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，放下你心中的仇恨，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，行吗？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，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了你心中那份正义。怎么样？不敢杀我吧？大哥！
秦捕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卑职罪不可赦，还请大人责罚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起来，坐。行了，秦捕头，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。草上飞是不是告诉了你，李耳朵的管家就是白龙？可卑职毕竟……行了，不说了，这事儿过去了。此事有悖法理，但是情有可原。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李耳朵这个案子呀。老爷，你可真厉害，仅凭着捕快的巡夜路线就可以找到秦朗，你怎么想到的？嗨，夫人啊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您想啊，捕快们巡夜这路线谁安排的？葛春安排的。这么说吧，就这白龙，你逃吧，你逃到哪儿就这条道，你走到头，秦朗在头上堵着你呢。你把这堵头找着，你不就找着秦朗了吗？这没什么难的。这还不难啊，我就想不到。那当然了，夫人要能想到，能露出我来吗？那倒是。不过老爷，你就不怕这秦朗直接把白龙给杀了？你不是说白龙是林青州李耳朵案的关键证人，这么重要的人，万一死了？是啊，关键证人是不假呀，关键是他得开口才有用啊。想让他开口，就得让秦朗帮忙。想让秦朗帮忙，就得让他把心里这疙瘩得解开，他得心甘情愿干这事儿才行呢，要不然白搭呀。夫人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就是赌一下，我让秦朗自个儿想去，你自个儿想该怎么办。如果说没想明白，一刀把白龙杀了，那就说明他这辈子这疙瘩解不开了。如果说反之，想明白了，那他就往前走了一步。向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回禀大人，白龙我认识，我有事要问他。白兄弟，请。白兄弟，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东昌府非比寻常，障碍太多，需等我逐一清除才可。2年了。为了演这场戏，兄弟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是，我觉得不宜拖太久。可是，白兄弟。像咱们在刀刃上行走的人，要学会随机应变呢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就全听谭大哥吩咐了。那就有劳白兄弟。好，告辞。告辞。谭大哥，月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那人谁呀？哦，荣城过来的兄弟，我给他些银两，好让他另谋他处谋生。荣城受灾，这受苦的百姓本来就很多了，是，再加上山贼无恶不作，你说让百姓怎么活呀？放心吧，自古乱世出英雄，到时候定有能人出面解决此事。
味道不错啊，真会点啊！慢走，客官。哎呦，客官，哎，您想吃点什么？哦，一盘红烧肉，一盘竹笋。好嘞。哎，对了，她可是你们老板娘。没错，正是我们老板娘啊。她叫向月荣。是啊，您有事儿？哦，没事儿，你先去上菜吧。哎，得嘞，哎，您稍等啊。好。一会儿有客人来，先摆好去。有个人留下一封信就走了。往哪儿走了？大嫂，恕在下不能告知实情。总之，你听大哥的便是。谭川人现在在哪儿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？谭大哥在追查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，他身份特殊，不能与外界接触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一面？任务完成之后，他便会回来。在这期间，大嫂你千万不要去找他，一旦身份败露，他就会有危险，也会殃及到你。大哥想让你尽快离开东昌府，去外边避一避。这离开东昌府，我能去哪儿呢？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啊。不行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回去告诉谭川，我就在家等他。白龙兄弟，嫂子求你件事儿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安全的把谭川给我带回来，行吗？嫂子求求你。好，嫂子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平安的把谭川带回来。那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儿。啊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和谭川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做这行了吗？怎么如今又走到这一步了？我极力的在洗白自己。本以为跟了李耳朵以后会走向正途，没想到却越陷越深。对不起，嫂子，你交给我的事我没有做到，我愧对于你，更没脸见你。这不怨你，这毕竟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嫂子最后求你一件事儿，嫂子，你说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行吗？好。夫人，老爷怎么那样啊？哪样啊？就那样啊？哎，
我就是觉得这对向月荣挺不公平的，他也挺难的。啊，向月荣啊，确实是挺不容易的。她一个女人家，丈夫死了，留下她一个人，感情又不能表达，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，确实是挺难的。是啊，所以我才担心老爷这么做也会让他伤心的。哎，你说索伦图包围我们那会儿，他还挺身而出了呢。你放心，老爷这么做啊，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我了解他，他是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。而且老爷看人多准啊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该做什么样的事，他清楚着呢。那我就相信老爷。白龙愿意招供。白龙啊，既然就剩咱俩了，说说正事儿吧。大人，请问，林青州官商勾结，倒卖赈灾粮一事，已成既成事实。那么，这个安四海到底死在什么人手里？是袁长春，下令的是李耳朵。账本在哪？账本在李大人手里，是我亲手给他的。袁长春要杀杨孝林，当我们知道他是第三方的时候，李大人就知道账本一定在袁长春手里。后来，我是在他家找到的。也是啊。只有他手里有了账本，他才敢安排后边一系列的事儿嘛。李大人也不知道，原来袁长春是个白眼狼啊！哦，我再问你，李耳朵上边那人是谁？山东布政使臧海坤，绑架5大家族的幕后指使，也是他。留神脚底下，哎，小心！怎么样，饭菜可口吧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就行，常来常来啊！哎，好，多赏光，留赏光，留步。哎，秦捕头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也太热情了吧！哎，我估摸着是他的风疾还没好利索呢。夫人，你听听，这客人都觉得奇怪，这秦捕头变化太大了，平时没这么热情啊。进去看看再说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秦朗，哟，夫人，邱姑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忙着呢？啊，这不是衙门没什么事儿吗？我过来帮帮忙。大哥，哎，来了。夫人，小二，快，来！我跟你说啊，这2位可是贵客，给我招待好了啊。好嘞，夫人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你快去忙吧，快去忙吧。好嘞。哎呦，这不是知府夫人和邱仵作吗？您2位来了，来里边请。客官，慢用啊。喝点水。对，谢谢。向老板，梦楠姑娘，麻烦您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想请夫人喝上一杯。别通报了，向老板，快进来吧。谢夫人。快进来吧。来，快坐。夫人，我给您满上。你这酒楼啊，经营得真不错。我自己来。你看这楼底下生意真好。谢谢夫人。来，夫人，我敬您一杯。哎，民妇。哦，我是不是喝急了呀？你看，这有话要说吧？是，民妇是想说啊。哎，
什么名副名副的，都把自己给叫老了。来，咱们再干一杯。快坐，快坐，坐下说话。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礼数。谢谢夫人。以后也别叫我夫人了，我们就以姐妹相称吧。哎，干脆咱们3个义结金兰吧。这不行，夫人，这可使不得。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啊，这有什么使不得？夫人可是格格，咱们要是义结金兰以后，向老板，那你也算是皇亲国戚。咱们3个谁大啊？应该是我最大吧。那你就是大姐，我是2姐。哦，那我是3妹。咱们俩敬大姐一杯。来，大姐，我给你满上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敬大姐。来，坐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嗯。二姐，你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啊？你以为我想喝这么多呀？还不是为了你姐夫。我姐夫？啊，你说大人呐？难道你没看出些什么吗？看出来什么？大姐呀。大姐？大姐怎么了？她为了老爷办案子，把他埋藏在心里最不愿提及的往事都说出来了，让大家知道了。所以，我想，我先跟他义结金兰，给他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，这也算是啊，替老爷给了他一些补偿。原来是这样，二姐，你果然想得周全。不过妹妹，我跟你结拜姐妹，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多想的。我跟你结拜姐妹，这真的是诚心实意的。以后啊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二姐，大姐还让我给你带句话。她说什么？她说她把谭川和白龙的秘密都告诉了秦朗，秦朗对谭川的死也释怀了。这么说，老爷他歪打正着了？也有可能，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想的。哦，合着这样，我们之前一直都误会老爷了。可能还真误会了。唉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众位爱卿，知道朕为何今日如此愉悦吗？皇上一定是遇见喜事了。既然你说朕遇到了喜事，那就说来给朕听听啊。回皇上，老话说得好啊，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今……哎，行了，我就说你嘛，什么事儿你都说不到个点儿上。哎呀，皇上，在下以为皇上之喜，喜在国家社稷。如今大清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海称臣，万国来朝啊！我说啊，这四海称臣，万国来朝，是我大清国将来的态势，算不了什么喜事。是，不知道是不是皇上昨天又写了一幅好字啊？何爱卿啊，不亏你真懂得朕的心意啊！来啊，把昨天写的字给大伙儿看一看。好，真好。
这看似简单的4个字，包含着王羲之的笔韵，颜真卿的风骨，欧阳询的笔力，还有赵孟頫的圆润，真是好字啊！皇上，忧国忧民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即便是上寝之时，都不曾忘记百姓苍生，实乃我大清之福，可歌可泣，感人肺腑啊！左爱卿，过了，过了。啊，收起来吧。老爷，你这把全家人都安排出去了，到底怎么打算的？夫人，这次我得亲自去趟济南了，要把那些贪官缉拿归案，必须严办。你想啊，咱们要造福山东百姓，可是贪官手里那点财产，他就是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，他能轻易撒嘴吗？他？那咱们就离开这儿，回京城去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别在这儿惹这麻烦。夫人，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你想想，从赈灾粮跟赈灾款里发洋财啊，这种人良心坏透了，绝对不能坐视不管，必须一查到底。大清国交给他们，早晚完蛋。老爷，你想过咱们身边这些孩子们吗？他们尊敬你，相信你，现在冒着生命危险去办事儿，这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咱们心里怎么过得去啊？有国神呢，夫人放心。老爷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听听国神怎么说。国神说，自有妙计。嘿，这有那么可笑吗？这个，哎，这好笑吗？副大人，这个啊？嘿，我，刘大人呀，刘大人，真是难为您了。你就甭难为不难为啊！现在赶紧想辙，怎么办？东厂府我是回不去了，您给支个招吧，您这个啊？那回不去不挺好吗？就在济南避避风。哎，我说啊，咱可别起哄啊，这火都快上房了，这个你这。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还乐呀？你这好，不笑。对不起。那个刘大人，说实话，这事儿我真管不了。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更何况那可是个格格，我更不敢管了。得嘞，那算我找错人了啊！反正东厂府那么多事儿，他就积着，反正我也办不了。我凉水沏茶，我跟您这儿泡泡。哎，不是，别介呀，您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没难为你啊，你刚才说的不是跟你这儿避避风头吗？我这是答应你而已啊。嘿，您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不等着不行啊，傅大人，这事轻的，我家夫人手里